上一集我发布了一支完整的 AI 微电影，叫做《下辈子也要一起》。在制作的过程中，真的是差点把我搞疯了。不只是角色，不只是道具，更是影片中的场景，如何让它看起来像在同一个家里面。就例如说，可能玄关它生成的时候是日式风格，到客厅的时候它生成是欧式风格。那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吗？我生成了一张平面图，我用这张平面图丢给 AI 去让它当做参考图去生成我要的场景。那我使用了这个方法，让每一次生成的场景，餐厅、客厅、卧室、婴儿房这些看起来像是在同一个家里面。这一集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我在制作这支 AI 微电影的时候，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了它。心法一，参考图并不是保证，但是能提高几率。我设计的 AI 导演系统 MSY1， 它在设计角色的时候会出这样的全身三视图，它会给你提示词，你用它的提示词去生成这样的三视图。但是后来我在生成镜头的时候发现，你不可能永远是拍角色的全身的样子，你一定会有中景、近景、特写，也就是说你可能拍到只有上半身，只有脸部。这个时候如果你用这种全身的三视图去当做参考图，其实并不准。所以我后来又补生成了这一张就是人物的脸部特写的三视图。这个就是当你在生成镜头的时候，如果你的镜头需要比较特写到人物的脸，你就可以丢这一张半身的三视图，而不是全身的三视图。因为我的故事内容是不光在家里，也有去办公室的场景，所以接下来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可能让他去办公室的时候还穿在家里的睡衣。就变成我又在为了这个女主角生成了一个像这样的外出服。虽然我做了很多这些人物的角色参考图，但是我在让 AI 去生成每个镜头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把参考图喂给了他，但是他生成的镜头里面的人物多少还是不一样的。像这一张图中间就是我一刚开始喂给他的参考图，但是拼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好像看起来不太像是同一个人，就像左上角这一张跟右下角这张看起来就不像是同一个人，跟中间的也有差别。这是女主角的部分，男主角也是。当你把它整个拼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右下角这个人跟左边这一位好像是不太一样的人，虽然发型是一样，但是如果你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看，你就觉得好像还是怪怪的。所以那时候我在生成的过程中，其实有尝试去调整，就是希望说能到达一模一样的程度。不过我发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即便我一直为它参考图，一直修改提示词，它生成还是会有差。那只是说有参考图能提高它像的几率。那接下来你可能会问说，那配角有需要生成这样的角色三视图吗？我个人认为是要看你的配角在这个影片中占的戏份有多少。像我有2个配角会出现，一个是办公室里的同事小林，另外一个是妇产科的医生，但是他们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少，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是主要镜头，所以在生成有他们的镜头的时候，我是用这样的提示词的方式。每一次在生成那个镜头里面有需要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提示词丢到 AI 生图，让它看起来像是一致的，不是特别去用参考图的方式让它生成外形一样。因为如果你有看过那支影片，像他的同事小林，他几乎没有正脸出现，大部分都是背面、侧面或者是只有手而已，所以不需要做它的三视图。因为你在做影片的时候，如果你每一个都去生成，你会非常累。所以这一次在制作这个影片之中，我也发现说要把资源分配到你真正需要用的地方，因为生图也是要有积分跟点数的，尽量的降低你在这方面的消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环。那关于道具，其实也是相同的逻辑。如果有比较重要的道具，就像我这支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就是猫的救项圈，因为它会不断出现在影片里面，所以我一定要生成一个像这样子的项圈的三视图，当做参考图去给 AI 生成那些镜头。角色跟道具说到底还是可以用参考图去给它撑过去，给它 cover 过去。让我卡最久的还是在空间，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最难的地方。心法2，空间一致要靠平面图。众所周知 AI 每次生成呢都是全新的，它并没有上一张的记忆。AI 并没有像 3D 软体那样有空间的概念。那像我们以前的话，会使用 3D Max 先建好模型，然后再架一个虚拟摄影机在里面，最后再扔出一张效果图来。如果你的模型要改，例如说你要改室内里面的材质，墙壁可能从大理石变成瓷砖，你就只需要去调整那个模型就好了，你不需要去动摄影机。
但是 AI 它没有这个概念，它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操作。所以我那时候设计 MSAY1 的这个系统，在场景规划部分会牵出一张4宫格的图。那时候想说拿这个4宫格的场景参考图丢给 AI 去生成镜头，应该是 OK 的吧？但是我发现 AI 还是会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调整，虽然是一些小东西，但是你看起来还是觉得它不一样。就像我刚开始在生成这一部 AI 微电影的时候，因为我有需要用到玄关、客厅、餐厅、卧室跟婴儿房这几个空间。我那时候在生成玄关的时候，它是长这样。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厨房，这边其实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而且我那时候希望它的角度是一个是往大门口方向开，另外右上角这边希望它人站在大门口这边往里面拍，但是它伸不出来。我那时候也调了很久。下面2张比较没什么问题，但是左上跟右上这2张在设定对角线拍摄这一点，它很难调，我真的觉得它非常难调整。像这张客厅也是，它还是只是站在同个角度去拍阳台的方向，并没有说右上角这张也没有说生成的是站在阳台的位置往客厅里面角度拍，没有。接下来这一张那时候生成餐厅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右上角的这一张，你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客厅的样子，电视机在这里，可是它跟上一张这个客厅长得完全不一样，你一看就知道它不是同一个家。你说玄关跟客厅还勉强说得过去，感觉色调好像有点像，可是当它生成到这一张的时候，餐厅的这一张的时候，就想说，这是哪里？人脑其实非常的厉害，对于空间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小看。当你看到一些画面，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空间长得很奇怪，那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你的脑在自动组装那个地方的样子，就是演算这件事情。就拿最近很红的那部电影《后世》，它不是一进到黄色那个房间，你会觉得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它的怪怪的并不是光只有气氛的营造，也不光只有黄色看起来很不舒服，也不光只有前面堆了很多奇怪的家具，有一部分也是跟空间有关系。因为当男主角克拉克他不是一路一直走进去的时候，发现这个空间怎么好像看起来它好像没有连通，就意外发现其实有连通。那有些没有连通的地方，远看又好像有一扇门在那里，就打开那扇门就出，那个门又打不开。而且在片里面，你绝大多数是看不到怪物的，但是你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光那个整个空间就让你觉得不舒服。这就是人脑非常厉害的地方，会自己辨别方向跟辨别那个空间的样子。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测试提示词，想说修改一下提示词会不会让这个场景在生成的时候会更好，或是更一致。但是一直不成功，所以我后来上网搜寻了一下电影是怎么制作的。我看到会有一个前期制作，那在前期制作里面有包含了一个美术设计 （production design）， 里面就有房屋那些的设计。如果你有特定的空间，就像后世一样，它的那个黄色房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空间，而且它这个空间会一直不断的出现，这时候那个黄色房间就需要特别设计。这么做的原因很大部分都是因为为了呼应故事，或者是呼应电影之中的角色状态。刚开始我先尝试用了3D 鸟瞰图来规划，然后用这一张鸟瞰图去当做参考图，想说这样生成的场景4宫格会不会比较一致。你乍看之下好像这张图非常厉害，可是在生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像红色框框里面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地方。就像玄关这里，在还没进大门之前，玄关在外面，或者是说像这样突然出现的门，就不知道通往哪里，后面是一道墙。因为这一张3D 图也不是我建模建出来的，我是让 AI 去生成的。又或者像这一张，乍看之下好像很合理，但是你就会发现红色框框的地方，这个玄关的大门我不知道它通往哪里，跟什么温斯特鬼屋一样，会有奇怪的门出现。像这间厕所完全没有门，我都不知道它该怎么进去。或者是像这个主卧，它有2扇门可以进入这个主卧。而且我在用3D 鸟瞰图去生成像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它就有像这样的问题。这边照来说应该像上面是这样，是可以直接通过去的，但是它这边突然变成一个门跟柱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难改。因为这样的方式行不通，所以就想说，如果用比较简单一点的平面图丢给它，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只要让 AI 知道这个空间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其他生成的家具或者是室内装修的材质、风格那些，我可以用在提示词里面写清楚就好了。最后，我还是回到我最熟悉的东西——平面设计图。我先让 AI 依照我给的提示词生成了一张这样的平面图。没错，这张平面图也是用 AI 去生成的，并不是我画的。
那它就是非常简单的交代一下这些空间的关系大概长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个平面图一部分是给我自己判断，第二个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平面图丢给 AI 去当做参考图，就让它理解说这个空间里面哪一边是墙，哪一边是门，哪边是窗。在生成的期间，其实我有不断的跟 AI 进行讨论，角度的讨论。就像我还画手绘的这张图丢给他，就跟他讲说，我的镜头1要在这里往这边拍，我镜头2要往这边拍。这个空间里面大概是这边会有个矮柜，这边摇椅，这边是婴儿床这样子。我就不断用手绘图面，因为它现在可以辨识图面，所以算蛮方便，就不断跟他讨论去生成。我用前面这个平面图搞到讨论，跟 AI 讨论出来生成的图，你就会看到它的空间就看起来比较像是一致的，只是跟平面图还是有一些差别。例如说这个门，它照理来说应该是要这样开，但是它现在等于是这样开。AI 在生成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随它心情的地方。只是说它看起来的效果就会是同一个空间，这样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你是比较单独的空间，这张是主卧，它不会看到外面客厅或者餐厅的样子。你在生成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套用平面图，你只需要在你的提示纸里面特别写，风格要一致。试下来，后来发现用4宫格的场景在生成镜头的时候没有很稳定，变成改用一张一张的方式丢给他，不再用4宫格。如果需要哪一张，例如说我需要左上角这张，我就截这张给他，用单一张图去让它生成镜头。经过这次完整的执行了一遍 AI 影片创作，虽然只有10分钟，但是也花了大概3周的时间去调整、去测试。遇到问题其实也是蛮多的，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要靠我们人去克服，而不是等 AI 去进化，然后等 AI 去帮你解决，因为毕竟人脑还是非常厉害的。那如果你也卡在画面都不起来，我给你3点建议。第一点，先别急着改提示词。我觉得在生成之前，最好先想一下，例如说这个人物的设定、场景的设定，再加上故事，它3者之间到底有没有相关联，有没有呼应到彼此。第二点就是你在做角色跟道具的设定的时候，记得要先想一下戏份上的问题。就像配角，他的出现画面并不多，外加他可能不会出现脸，你就不需要额外去生成他的散视图，因为这样不仅浪费时间，然后还会浪费到你的钱。所以不是所有人物跟东西都跟主角有一样的等级，需要完整的去生成他们的散视图。第3点，如果你的故事中有特定场景会一直反复出现，我觉得你要先花一些时间在这个空间或这个房子它大概长什么样子，画一张简单的平面图丢给 AI， 或者是说你可以像我一样，我只是先跟他说明，就例如说我需要一个台北的老公寓的房子，我在这个家里面我需要哪些空间，可请他帮我规划一个平面图。接下来就是用刚刚前面讲的用平面图再去生成你要的场景。至于这些方法，我试下来这些方法它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那只是说这是我自己试下来的结果。而且我觉得你不需要等到 AI 非常厉害、非常完美的时候，它现在基本上可以帮你解决大概是80到90% 的问题，那剩下的10几%其实你都可以自己解决，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讨论出来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共同进步的方式吧。我是莹莹，是非科班出身自学 AI 创作的同路人。我相信每个人脑中都有一个故事值得被看见，我们缺的不是努力，是底层逻辑。我会继续用分镜思维来做 AI 创作，同时也把我踩过的坑摊开来给你看。这支影片是下辈子也要一起的幕后创作记录的上集。下一集我会讲怎么拍一支有戏的影片，例如说角度怎么生成 B-roll 怎么取舍，配音要怎么办。那你对于我在影片中提到的下辈子也要一起的这支 AI 微电影感兴趣的话，连结我放在下方资讯栏里，你可以点击来看哦。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见，拜拜。